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17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毫无疑问来讲，还是围绕着美国的大选，围绕着美国大选最近这个选情的变化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讨论呢，目前来讲，社会上面尤其是针对这次美国大选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的有识之士认为，这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宪政危机，而且把它指称为是一种阴谋的政变。为什么说它是一种阴谋的政变呢？显然这是根据目前已经发生的各种民主党的各种动态，很多专家们给出的这种评论。也就是专家们举了几个例子，比方说加州的州长叫柳森呢，他是违背宪法，违宪呢下令邮寄选票，而且他拒不接受高级法院对他的裁决。你想想看，一个州的州长都能够不接受高级法院的裁决，他已经不把法律当回事，那这不是违宪还是什么违宪呢？那么第二个就是主流媒体，也就是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他通通是参与了民主党的这场政变，他们忽略拜登和拜登他儿子，就是拜登父子所有腐败的事实，也就是对拜登父子他们所发生的通乌克兰门、通中国门、通俄罗斯门的所有的腐败劣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根本就不报道，而大肆地去抹黑和造谣川普，封杀川普总统的社交媒体和一切支持川普总统所有的账号，并且媒体自说自话就宣布拜登已经当选了。他们完全回避美国国会已经明确地宣称，任何媒体没有权利私自对全球宣称美国总统的当选。美国总统的当选必须依据美国宪法，依据法定程序，最终当法定程序全部落实以后，然后最终才可以宣告今年美国最终的大选结果。尤其是呢，相当的一部分富豪，也就是世界500强，他们很多巨头现在呢就强制呢要求呢川普总统要把川普总统赶出白宫。他们所谓赶出白宫，并不是美国选民把川普总统选出白宫了，而是什么？他们利用他们自己左派，利用媒体，利用他们跟民主党拜登他们的勾结，篡改选票，用很多非法选票，最终导致了这场宪政危机。拜登和民主党的大佬们完全无视法律，私自与这些资本大鳄勾结，破坏美国的大选。尤其是拜登，他在媒体宣布他所谓当选总统之后，他完全无视美国的罗根法，跟世界上很多国际政要私自通话，而且安排他的班子马上进行交接，因为完全没有到他交接的时候，只有确认他担任下届总统了，他才有资格去组建他下一届的过渡政府。目前来讲，拜登完全只是媒体宣布他当选总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很多媒体宣布拜登是总统，拜登真获得了美国人民的选举呢？你从几个指标就可以看出来嘛。拜登和哈里斯昨天搞了一场直播，整个这个直播只有2万人看，8000万票啊，8000万人投他，为什么只有2万人来观看他的这个直播啊？整个这2万人看直播里面，只有85个人为他点赞，有1540个点彩。你想想看，2万个人来看，还有1000多个人点赞，只有80多个人点赞，这拜登他被哪个美国人民选举的呢？既然有8000万人选举你，怎么你的直播只有2万人看呢？拜登和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面的粉丝数就是最典型的鲜明的对照。川普总统有8800多万粉丝，也就是至少支持川普总统的人都在粉川普总统，都在看川普总统的推特，所以有8800万粉丝。而这个号称得到美国8000万选民支持的拜登，他只不过有1600多万粉丝。那么我们就不懂了，为什么拜登你那么大的支持，你的粉丝们居然愿意把票投给你，为什么不愿意粉你呢？所以说我们不能不问，大选的票究竟是从哪来的？主流媒体对拜登和贺锦丽的直播全部是关闭评论的，你怕什么？怎么会关闭评论呢？不有8000多万人支持你吗？拜登可以讲连一个句子都说不好，经常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都讲不清，经常是老年痴呆症，讲了上文忘记下文。你觉得他这样的人配当美国这种全球领先、全球第一国家的总统吗？至于他的这个搭档贺锦丽哈里斯哈里斯在11月15号他发了一条推文，他说要知道拜登和我每天醒来，我会想到你和你的家人。结果他这个推文一发，保守派的大 V 叫本夏皮洛，他马上就给他一个回复说，我们怕的就是这个。截止到目前，光夏皮洛的这个回复就得到了8.9万个赞。那么你就看看为什么美国人民对哈里斯对拜登如此的厌恶。那么厌恶，为什么他们还会有8000多万票呢？美国选民不去参加拜登的集会，也不关注拜登的推特，也不去粉他，但是却愿意为他投票，你相信吗？拜登的粉丝一共就1800万，
而川普的粉丝有8800万，这两个怎么对比呢？当有人在推特上写出这个推文的时候，夏明在底下跟帖说捐款的数目算吗？比较一下两者的区别吧。那么我就来告诉夏明和所有支持拜登的人，我告诉你捐款数目是怎么算的。拜登的捐款绝大部分是民主党的大佬，他所支持的那些华尔街的金融大鳄和硅谷科技界的大佬，光贝佐斯，也就是亚马逊的总裁，全球首富贝佐斯，他本人就表示，他为了把川普的大选把他搞砸了，他愿意投入100个亿，100亿美金啊！他们怎么样募捐也募不到100亿啊，但是贝佐斯一个人就愿意花100亿。扎克伯格，脸书的董事长扎克伯格一个人在一个州就用了将近10个亿，都是为了砸掉川普的大选。那么你想想看，民主党的资金哪里来？就是这些大佬们，他们愿意投入重资把川普砸掉。他们目的就是跟拜登合作，他们跟拜登合作的目的就是跟中共合作，因为美国所有的科技公司、所有的金融大鳄、所有这些财富集团的总裁们，他们跟中共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资本家要弃财，资本家要赚钱，而赚你中国14亿老百姓韭菜的钱，也就是不光你共产党可以割这个韭菜，也要带美国资本家分啊。所以要资本家一定要在中国老百姓头上要挖到他们这一勺。因此呢，他们要把川普搞掉。川普是要把美国全部撤回来啊！川普是要跟中国脱钩啊！川普要打击中共啊！川普要跟中国把中国视为敌人啊！那还怎么跟中国做生意？那还怎么挣钱呢？所以大佬们为什么支持拜登要打掉川普？就是首先是他们的利益嘛。因此，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为了大选中能够让川普下台，让拜登当选，所以这些硅谷科技界的大佬，包括华尔街的大佬们，他们就不惜砸重资。那民主党的大佬布隆伯格不是吗？亿万富翁啊！布隆伯格花了好几个亿支持那些佛罗里达州的罪犯，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这些人去投票，然后把川普砸掉。他们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就是砸掉川普，保证他们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来源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说，为了跟中共的勾兑，这些人通通出来了，这就这么简单吗？夏明问这个资金哪里来？我现在告诉你，资金就哪里来。川普总统所有竞选的资金是靠美国具有美国选民资格的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的永久居民，他们才有资格到网上实名登记以后，然后捐款。川普总统的捐款全部来自美国这些支持他的这7000多万的普通民众，他们你1块我5块他10块，每个人用自己的零花钱，每个人用自己的零钱凑齐这么好几亿支持川普总统竞选的资金，而拜登一笔接受的资金就可以几百万几千万。所以说你这个怎么比呢？你当然比不了。确实拜登竞选的资金组织的很多，但是你认为资金数量的多少就代表是美国的民意吗？你看的民意是要看美国有多少选票。现在你看到拜登的选票有8000多万领先川普，你有没有知道这8000多万选票里面究竟有多少水分，有多少是造假，有多少是软件造假，有多少是死人来投的票呢？拜登现在8000万，我告诉你讲，拜登自己造的假，含着泪也要把他的选票数完。现在不是8000万，再过几天就9000万，就1个亿，或者是全美国选民的选票全部登记出来都不够投拜登一个人的，你等着吧，这个假还在造，这个票还在数。最后拜登看到他的选票多到连奥巴马希拉里2个人加起来的选票都没有他一个人多的时候，那时候你认为美国今年选出来的拜登他是代表美国选民他们合法的真实的表达吗？当然了，所有的左派媒体他们都是掩盖现在存在的各种舞弊，他们不会告诉你的，他们只告诉你现在大选的结果就是拜登已经当选了。现在在全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这些主流媒体共产党在里面渗透的是非常多的，更何况共产党自己花钱在美国制造了很多大外宣，很多大外宣发的文章你已经感觉不到这是墙外了，你甚至认为这是墙内。你看到《纽约时报》中文网它有一篇文章，《纽约时报》中文网的这个文章，你完全感觉到防火墙架在墙外，或者说你感觉你在墙外已经身在墙内。《纽约时报》中文网它在这篇文章里面去描绘伊万卡和库什纳，说他们有钱有青春有名气，他们的举止无可挑剔。伊万卡夫妇是藤校出身，依赖全球化的精英，却把选择自己的命运和他父亲的命运捆绑在一起，选择搭他父亲的便车，选择看这样能带他们走多远，最终成为他身边最亮丽的骗子，是时候付出代价了。这就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对伊万卡和库什纳的这个评判，也就是他把川普总统的女儿女婿伊万卡、库什纳4年来无私奉献给美国人民，没有拿过1毛钱，他们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能力奉献给美国人民的这种奉献，
他反而说成他是成为川普身边最亮丽的骗子。也就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它究竟是共产党大外宣，究竟是新华网写的还是央视写的呢？你觉得这篇文章真出于美国人之手吗？这就是说，美国的主流媒体已经被中共完全渗透。在推特上面非常活跃的有个德国之声，德国之声你去看看他的文章，从来不谈德国，就是挂了个名字叫德国，实际上都是中共之声，都是新华网之声，都是央视之声。德国之声所有的文章，你去看看跟新华网出来的文章有什么差别？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美国即将告别特朗普，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诞生。他是为中共刚刚跟几十个国家签订了所谓自由贸易区，为他呢摇旗呐喊。他说，全球国际包括德国，他们在美中两个巨人之间，欧洲是否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德国之声毫不犹豫就说，特朗普已经谢幕了，现在就是看拜登怎么样跟中共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因为现在全球有几十个人支持中共啊，中共已经搞了自由贸易区啊，全球以中共为主啊，你现在拜登是不是要跟中共靠近，跟中共拉好关系，才能找准你美国的位置啊？这就是德国之声讲的话。所以你看看全球所有的主流媒体，无论是国际知名的大媒体，还是共产党本身放在海外的媒体，他们通通都是按照共产党的口径在抹黑川普，在抹黑世界进步力量。他们目的就是让中共渗透全球。中共渗透全球的结果大家都看到啊，也就是中国大陆现在14亿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未来全世界人民就过什么样的日子。大部分外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人民现在过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没有人权的日子，一种没有增援的日子，只看到中国表面的，好像中国的高楼大厦很多，好像中国的轻轨高铁很多，好像中国的卫星上天，好像中国人民都过着世界上最富裕的生活。实际上中国老百姓有6亿人，他一个月的收入连1000块人民币都不到，150美元都不到。我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你们真了解中国吗？你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状态吗？大量的美国专家对中国也不了解啊。李安友是美国知名的所谓中国专家，李安友理解川普对华的政策，他认为很分裂。他的理由就是川普的政策是打贸易战，而蓬佩奥的政策是要推翻中共，而其他的官员是强调跟中国要一个坚持对等的关系。其实在这个里面，李安友是完全不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共内情的蓬佩奥的国务院的顾问余茂春告诉大家，无论是财政部、国防部还是国务院，在对华战略上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所有重大的决策都是通过川普总统亲自批准、亲自指挥的。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实际上美国的高层，就是白宫的高层，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异。白宫也好，五角大楼也好，还是蓬佩奥的国务院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是得到川普总统的同意和批准，而且按照一个大方向实施的。所以川普总统的本届内阁才是对中共产生了最严厉的打击的。余茂春作为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他的中国政策的顾问，他非常清楚川普政府的政策。他说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对华政策、对中共的政策是占据首位的。而且川普总统他这一届内阁完全推翻了尼克松以来的所有的对中国的政策和路线，也就是尼克松以来几十年实行的美国各界政府对中国打的一个和平绥靖的中国牌。川普总统他们已经放弃跟中国以接触为中心的对华政策，而且川普总统这一届政府完全划分清楚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区别。可以讲，多年来中国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体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对美国全社会进行渗透，而这种渗透在川普总统这一届已经得到了严厉的打击，包括撤销中共在休斯顿的总领事馆，包括抓捕以唐娟为代表的中国一大批的军方人员，包括抓捕大量的前人学者，包括在亚洲建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亚洲新北约，包括对中国南海中共霸凌、强占很多无人岛屿，把这些岛屿军事化。美国对中共在南海的霸权完全不承认，并且警告中共在南海丝毫的轻举妄动都会招致美国的严厉打击。所以一系列的政策都体现出川普总统这届内阁对中共的这个严厉的态势，也就是绝对改变了过去美国对中国视为什么竞争伙伴了、竞争对手了，现在直接就是敌人。也就是川普总统立誓要把中共作为敌人，作为美国头号的敌人来进行沉重的打击的。但是中共呢，中共一直在找时机，中共一直在觊觎着南海的态势。也就是中共现在不是看到美国有宪政危机了吗？宪政危机，中共就觉得机会来了。今天中共的人民日报他就报道说，从11月17号开始到30号，中共将在南海呢举行军事演习，禁止任何人进入。中共有什么权利禁止别的国际商船进入啊？
南海又不是你中国海，南海是国际通行航道，南海是国际公海，自由通行的航道，你中共凭什么限制任何商船、任何其他船只都不可以进入这个国际公共的这个通行航道啊？中共他宣布他要搞南海演习，也就是他就控制了南海通道了。中共说封锁就封锁，这是中共趁着美国现正危机，中共现在就开始在南海搞军事演习了。他搞军事演习吓唬谁啊？他不要认为川普总统会放任他这种行为。虽然川普总统现在他个人的大选结果还没有出台，川普现在还不能够确认肯定是第2届连任，但是川普总统现在在总统任期啊，你中共的挑衅，你趁着美国大选现正危机，你马上就开始兴风作浪，就开始疯狂挑衅了。可以讲，美国乱呢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中共，所以中共呢就趁着美国现正危机呢，他现在就准备在南海搞军事演习。我相信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不管川普总统他是否能得到第2届连任，川普总统现在是当任总统，你中共敢挑衅，美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但是呢，这个宪政危机呢，中共跟拜登呢一直是配合的。拜登昨天就发表声明，公然威胁美国人，说是如果川普不尽快的进行交接，就会让美国死更多的人。中共也叫嚣，如果川普不下台，美国还要感染800万。这2股势力呢，从病毒的研发制造到有计划的释放，一直就是狼狈为奸的。美国人绝对要认清，美国的民主党就是中国的共产党。可以讲，相信共产党跑步火葬场，相信美国民主党同样跑步火葬场，这就是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现实。目前来讲，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配合得非常好。共产党之所以叫嚣要把南海封锁住，要在南海搞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趁着美国现正危机，他们目前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就是威胁亚洲的各国，威胁东南亚中国各个邻国。同时他们在南海的这个军事威胁呢，实际上最大的威胁就是针对台湾的，也就是南海军事演习最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攻打台湾，也就是对台湾进行武力统一。而蔡英文和萧美琴分别2次向拜登道贺，实际上他们就是想跟拜登结合，他们完全忘记了拜登是跟中共狼狈为奸的，而你蔡英文和萧美琴完全打错了算盘。你们现在跟拜登的这种合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卖台的行为。我昨天在我的节目里面谈到了萧美琴再次致电拜登的外交代表，道贺拜登和道贺贺锦丽的这一段内容之后，有很多人呢在我帖子下留言，有的人在我的推特下反复向我强调，萧美琴不是什么台湾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是大使。他还连说了3遍萧美琴大使，萧美琴大使，萧美琴大使。萧美琴什么大使啊？哪一个大使啊？是美国认可他的大使地位吗？台湾自己都不敢宣称他是大使，你认定他萧美琴就是大使了？蔡英文和萧美琴今天真的敢说萧美琴就是中华民国的大使，或者说台湾现在就是共和国，台湾现在就宣布独立了，萧美琴就是台湾派到美国的大使，那我就算你蔡英文是个英雄，你有这个量，你敢做也敢当。你敢宣称萧美琴是大使吗？你台湾现在敢宣布独立吗？你就宣布一个嘛。现在既然你投靠拜登，拜登也愿意支持你，你就宣布萧美琴就是台湾驻美国的大使，你看美国会不会承认？美国拜登如果当政，拜登会不会承认？川普总统倒是敢认，但是问题是你蔡英文现在敢不敢跟川普总统现在就建立你们的邦交关系啊？你就做一个嘛，英雄就要有英雄的量嘛，不要你们自己不敢承认，你们期待着美国的承认，那么至少是你自己敢承认，那么才存在着美国承认你。如果你跟川普总统能建立邦交关系，那才能保住你台湾，你敢吗？你不敢，你等着拜登，你期待着拜登来承认你台湾，拜登只会出卖你台湾。等到2300万台湾人民遭受战火的时候，那时候蔡英文和萧美琴，你那时候就知道你投靠拜登是给你自己的政治生涯埋下了莫大的祸端，就这么简单。拜登现在能不能当选，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认为拜登媒体宣布他当选他就肯定当选。拜登现在面临的法律诉讼，拜登不是进白宫，拜登很可能是进监狱。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昨天已经取得了所有整个这个选举软件这个 Domino 软件母公司，也就是委内瑞拉军方人士作为设计软件的操作者的书面证词。这个软件是专门为大选改票设计的，本来这个软件是委内瑞拉设计出来，是马杜罗在2013年4月份大选使用时候就用过这个软件。当对手领先幅度超过软件设定的时候，计票就会停止2小时，重新设定。重启后，马杜罗当时就领先了200万票。这一幕呢，在美国的大选中，今天也就出现了。
那么这个大选软件后来给一个英国人把它购买了，而这个英国人隶属于美国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也就是最终是索罗斯和这个英国人控制了美国这次大选，控制了美国这次大选的结果。所以说，拜登现在的当选，拜登利用这个软件篡改的很多选举成果，目前来讲正在诉讼。这个诉讼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有什么认定，我们期待着这个结果。所以说，现在根本不是拜登可以宣布他当选，而且他洋洋自得可以跟各个世界国际政要就是打电话了，什么组建他的团队了，并且他现在封官许愿，对很多在这次舞弊造假中给他立功的人，他都准备把他结合到内阁中来啊，轮不到他们进内阁，很可能你们一起进监狱。目前来讲，诉讼正在进行。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民主法治的保障，美国的宪法是得到贯彻的。美国200多年来建立的民主法治制度，绝不允许任何人随意的践踏。所以说，我们相信美国的法治一定最终会有一个公平公道的结果。趁着美国宪政危机啊，中共蠢蠢欲动啊，不光是南海他们要搞军演啊，在香港他们大开杀戒啊。香港立法会现在成为中国人大的附庸之后，香港中联办的副主任、常务负责人张晓明，他宣布下一步就要改造香港的司法，要制定香港法官资格认定标准，讲香港现在每一个遵守独立法治的法官，要把他们改变成跟中国大陆一样的党官，这样也就是香港的立法、司法、执法让它彻底沦陷，100%的一国一制。中共改造香港，国安法只是序幕，党的领导才是核心，也就是最终共产党领导香港，香港所有的法治、香港的司法、立法、执法全部沿袭中国大陆的这一套，完全是共产党一党专政。香港被共产党独裁专制，香港彻底沦陷，跟大陆人民一模一样的这个局面，从现在已经完全开始了。所以说，美国乱，中共最高兴，中共最获益。那些支持拜登、支持把美国搞乱、支持拜登跟中共勾兑，最终出卖美国的利益，把美国改造成跟中国一样的这些人，你们回头看看，你们支持的拜登究竟是在反共还是在助共？是跟共产党狼狈为奸，最后把美国陷落，把共产党的这个专制统治把它延伸到美国来，还是说你们希望川普总统领导的美国能够抗击中共、打击中共，最后灭亡中共？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还曾经有过反共的情怀，你要考虑一下，你究竟反共的立场，你支持拜登是在反共还是在帮共？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